亲爱的灵魂家人，今天我们通过塔罗牌占卜来连接一下你的月老，看一下他给你牵线搭桥的完美姻缘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对方的性格特质、外貌特征是怎样的，你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遇，以及月老给你准备了怎样的姻缘惊喜呢？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你要从其中一组牌卡进行聆听哦。我这边呢也用了不同的项链来进行牌组的替代，我们可以从牌卡进行选择，我们也可以从项链进行选择。那么最左边是第一组，用的是和田玉石项链。中间是第2组，用的是黄金项链。最右边是第3组，用的是碎钻项链。我们从其中一组选择，那么我们要进行能量上面的选择。首先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你的能量之后再进行牌卡选择。所以请跟着我做，先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排除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心中呢充满期待，尽可能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腰背挺直，肩膀下沉。请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月老，请展现我的完美姻缘，感谢你为我的牵线，我会珍惜，我会享受你给的幸福。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或者是那一个项链，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冥冥之中，宇宙指引你来观看这个视频，其中一定有给你的一些讯息，我们可以慢慢的聆听。选择好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月老给你的姻缘讯息了。如果您听完占卜讯息是你要的恋人、爱情、缘分的话呢，记得在公屏打出来接受幸福，是你想要的，感谢月老的指引等等的字样哦。如果你接受完之后是你不要的恋人，你不想要这份爱情，那么请你当下呢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思想行为模式，调整一下自己的能量哦，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可以祷告，可以告诉月老，希望他给你怎样的一个恋人，让他听到你的声音，好吗？这样呢就有机会可能在姻缘线上面呢去做一定的调整了。所以亲爱的，今天的占卜呢会给你满满的力量哦。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而且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另外的是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提取对你有价值的讯息就好了。在此先祝福你今生幸福，在地球玩得愉快。那目前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请你怀着虔诚的心来接收月老为你钦定的完美姻缘，看一下当下呢，他想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我们将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解读哦。首先，看
看见你近期的状态心态还是特别好的。当下的你呢，属于顺其自然的情况，不会特别的浮躁，不想急于求成，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更多的追求一种健康、一种平顺的生活状态，算是懂得好好的休息，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不想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压力，迫使自己一定要在人生之中去做一些转变或者是让自己一定要成功，一定要马上脱单，一定要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人生状态里面。你是比较接受命运的安排的，而且当下呢，心里也是特别比较稳定，相信宇宙不会和你为敌，而是宇宙会在合适的时间给你安排对的人、合适的人事物的出现的。这种心态很好，并不代表你懒散，只是说尽人事听天命，保持着上进心，求知欲，追求着精神层次，追求着美好的一些事物，更愿意享受当下，尽可能去看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不是迫切的去追寻自己没有的，让自己学习知足常乐。当然近期呢，可能你没有什么烦忧的一些事情也不用特别的操心，希望呢可以开开心心、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的每一天，掌控好自己生活的节奏。上班的时候呢，就认认真真上班；下班之后呢，就感受自己的生活，去锻炼，去做瑜伽，去喝咖啡，去给自己泡一杯茶，或者是去品尝一些美食，去晒晒太阳，养养花草，接近大自然，早睡早起，尽可能的建立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可以让自己不断的提升你的能量。那么有朋友相约的话呢，如果自己想去参加活动的话就参加，不想参加的话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家做自己的事情也挺好的，没有觉得特别的孤单或者是特别的寂寞，实际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也井井有条，然后自己呢也一点不贪心，不着急，不盲目，对于未来没有特别消极的焦虑而是呢，如果遇到适合自己的机会，适合自己的人，那么就去主动抓住吧。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人事物出现呢，那就等待最好的安排就好了。其实目前的你呢，也正在滋润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能量，运气也在循序渐进的提升之中，自己呢也会越来越有魅力的。那么身材会越来越好，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而且思想上面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智慧了。当下呢，对于爱情其实你也有自己比较踏实的一些想法，你想寻找到一个和你一起享受生命、享受生活的人，你认为那种充满烟火气的爱情才是渺小，但是呢却很幸福的。可能你曾经也渴望过一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干柴烈火，每个节日都要去过啊，情人节一定要浪漫啊，要有烛光晚餐啊，要有礼物啊，生日呢也要有惊喜啊，对方呢总是可以给到你罗曼蒂克之类的。但是现在呢，其实你更期待那种下班后大家手牵手一起去吃好吃的，无所谓大餐还是路边摊，即使找家小面店坐下来，你夹肉给他吃，他帮你吃掉你不喜欢的香菜，觉得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就真心对待彼此，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陪伴就好了。你会觉得生活呢，无非就是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大家在一起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给到的话呢，那么就算感情再好实际上也会渐渐冷淡的。爱情呢，并不是说说甜言蜜语啊，而是总是在生活里面各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所累积起来的。你期待那种，如果休假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赖床到自然醒，然后穿上最舒服的衣服，去附近的菜市场吃碗面汤，或者是买一点新鲜蔬果回家做饭。也可以呢，大家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到公园晒晒太阳发发呆，或者是想睡回笼觉的时候就回家睡回笼觉吧。这种很平淡的
但是呢又很温存的感觉，彼此一起分享时光，一起玩乐，一起旅行，无话不谈，坦诚相见。你希望这种感情呢是细水长流的情况，你会觉得这是你最想要的幸福。其实当下呢，你的心态确实特别的好，想法呢也很通透。你应该是可以首先让自己足够幸福，足够阳光，最后呢，当自己非常好的状态之后，把这份美好分享给你的恋人。那么也可以看到呢，你会获得月老给你匹配的非常完美的婚姻爱情，因为你的想法已经决定了你是一个足够幸福的人。其实我们这边呢，月老告诉你你会遇到一个三观相合的人，你们可能在最刚开始认识到思想、爱情观、价值观完全融合呢，是需要1年的时间。哇，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短，12个月之内。在这么短的时间，2个人完全的融合，那它一定是你的双生火焰，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一个人会有许多的灵魂伴侣，但是却只有一个双生火焰月老安排了最妙的恋人给你。双生火焰呢，就是你的灵魂双胞胎。当其他人不懂你的时候，他却可以深深的理解你。双生火焰呢，也是唯一和你自己的灵魂拥有相同灵性 DNA 的。你们有完全相同的灵魂蓝图，你们是可以感觉到最纯净的爱，你们可以在灵魂的核心感受到那种神圣的爱。这种感觉呢，可能并不一定是很浪漫的，但是你们是彼此签订了契约，要来教育你们的灵魂相同，并且你们会一起去经历人生中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对对方充满好奇，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靠近对方，渴望跟对方在一起。这种感觉不同于你以前体验过的任何其他感觉或者是情绪因为你实际上呢是在遇见自己的另一部分，你的搭档，你的神性伙伴，就是上帝只为你创造的灵魂。你们之间会有立即的连接，或者是非常有强烈的心灵感应，也有可能你们会有相同的出生日期，或者是有相同的一些人生经历。可能小时候在某一个时间段你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也差不多会经历过。你们也许呢在梦里，或者是在遇到他的时候，你觉得跟他好像在哪里遇见过，有一种似曾相识非常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在平行空间，可能会是在梦境里面，感觉你们一直都是认识彼此的，而且呢你们有很多相同的观点，相同的信念系统。你们的性格上要么就是互补的，要么呢大家就是共同的，相同的。而且你们会通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相遇，转角遇到爱啦。而且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呢，你的灵性将觉醒。你们之间有很多方式进行连接，两个人有很多激情的时刻，两个人可以实现共同的一些灵魂目的，两个人呢也会实现共同的一些灵性道路，一起会去探讨精神世界，一起去创造未来，并且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你们会分享很多的事情，感觉对方呢他就是你最好的精神导师，他就是你最好的情绪价值者，他就是你最好的闺蜜或者是兄弟。你们是无话不谈，越坦诚越好，而且对方总是会站在你的角度感同身受，去给你做一些建议。你们可能呢也会一起去解决一下业力关系，这种业力关系可能并不是对方带给你的，也许是他帮你解决你跟其他人的一些业力关系你们之间的感觉就是互相彼此全然的满足，然后
非常的自然而然，非常的互相尊重，充满着无条件的爱跟无条件的理解。无论如何，你就像是遇到了一个跟自己相同的人，而且你们在一起之后呢，就会一起共同的去经历，共同的去成长，共同的去突破，共同的去转变。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讯息哦！你的双生火焰呢，即将出现了。除了说你们灵魂上面经常会拥抱理解彼此之外呢，你们在肉体上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亲密啊、缠绵的动作，灵魂相拥，肉体相抱。那么在肌肤之亲上面呢，也会达到最高、最美好的一个部分哦。除此之外呢，告诉你，你的新缘分，这个新恋人哦，他很可能像冰雪国王一样，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是非常亲密的，都是非常要好的，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距离感。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人也许有点冷漠，不会随时展露的微笑，他会很隐藏自己的心思。在这一点上面呢，你其实是蛮有安全感的，因为他会把自己最活泼、最脆弱、最无知的那一面展现在你面前，但是在别人面前呢，他是会戴面具去伪装自己的，他隐藏自己的心思，他不会展现自己任何脆弱的部分，他只相信你，他也只忠诚于你。你们两个人是有很多的手机、网络、互联网、邮件上面的通信哦，你只要给他发信息，他在有空的时候绝对会第一时间回你，而且他只关注你的社交媒体。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人也是在网络上面去认识到的彼此。你们之间即使是有远距离，即使是网络认识的，但是最终你们都会聚在一起，因为你们的缘分太深了。你们还有前世之间的缘分，在前世的某一次你们就已经相聚了，相约在之后再一次的相聚，在遇到彼此之后呢，你们会感觉到足够的自由，你想做任何事情他都支持理解，你想穿任何衣服他都会欣赏，你想去培养任何的兴趣爱好他愿意跟着你一起去培养，因为也是他很喜欢的。你如果今天只想跟自己的朋友去玩乐去旅行，他觉得没有关系，只要你开心就好了。所以你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多独自的时间、独立的空间，只要你想的话呢，他支持你所有的决定，他对你的这种信任呢，没有任何的一些控制，而你对他的爱呢，也是支持他所有的梦想，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不会有任何的精神紧张，或者是有任何的吃醋啊、嫉妒这种想法，因为你知道他跟你是同一类人，完全是同一类人，你们在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无可替代了。你们还会去很多的派对啊，去很多玩乐，去听演唱会，去听交响乐，去酒吧，或者是去很多好玩的俱乐部打电动之类的。总之呢，两个人是两小无猜的，可以玩到一起去。而且呢，新的这个缘分呢，它是充满颜色的，它算是比较开放的，它愿意去接收很多颜色，很多自己没接触过的一些事情，去到自己没去过的一些地方。他希望自己的人生呢，不要是沉闷的，不要是太过于稳定不变的，而是多一些冒险精神，而是多经历一些，多去感悟一些，都是很好的。看来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旅行的人，喜欢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那么未来呢，在人生的陪伴里面，你们两个人会去做很多自己之前没有去做过，或者是没有去经历过的事情，大家呢都会去挑战一些，让自己更加的大胆，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开放。你们之间呢，可能也会养小动物哦，可能会养狗狗，或者是养猫咪，会有自己的宠物。那也有可能呢，你们都会很喜欢
一些宠物，你们在未来会去猫咪咖啡厅啊，或者是去狗狗寄养所、领养所去帮忙啊，总之呢，都是非常有爱心的人。除此之外，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桥梁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你们之间可能是有桥梁第三者的，也就是有朋友介绍你们认识，或者是你们通过一些媒介，比如说一些社交网站啊，或者是相亲网站啊，或者是一些联谊的一些活动认识到的彼此。那么也有可能呢是通过网络，或者是你们在认识之后呢会有相同的朋友，那大家的友谊关系都非常亲密。如果需要这个朋友来帮助你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呢，他都是愿意来搭建这个桥梁的。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有牵线搭桥的这个能量所在。接下来金钱这张牌卡，他对你是非常大方慷慨的，只要你需要金钱的任何支持，他都会给到你。即使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存款积蓄的话，可能他都会去想尽办法去借贷啊之类的。因为对于他来说，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而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只要能帮到你，就是他心甘情愿的，他不想有任何的一些遗憾。哇，非常棒的缘分。那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外貌啊，性格特质又是怎样的呢？首先他的个子可能不会很高，身上呢是有一点肉肉的，微胖，但是呢肉是比较紧实的。他长得好看，眼神很迷人，很深情，很温柔，讲话呢轻声细语的，声音很好听，是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他看起来可能会比自己实际年龄要成熟一些，也许他会故意的去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比较老练，是比较成熟的。那么他也会打扮自己很懂得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他也敢挑战很多颜色的一些衣服。他会注重自己的形象，有一定的气质，有一定的教养，而且呢，他也希望以平静平衡的这种方式对待一切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并且如果在别人需要帮助的话，他都会尽可能的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他是愿意去倾听别人的话语他不会夸夸其谈，或者是特别爱表现自己，他是比较低调的。他是一个可以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尽可能在自己做一些分析判断的时候保持公正，保持客观。他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去处理事情，他很会保守秘密，他绝对不会八卦或者是讲别人的坏话，是注重口德的。另外呢，他很自信，他很自律，他非常的讲规矩，有一点点的保守，因为他很注重原则，不会是一个讲话但是很浮夸，那不守信用的人。一般呢，他做出来的承诺他都会去做到，他像国王一样去要求自己，要脚踏实地，要务实，要谨慎的去做一些选择。做事情啊，不要急躁啊，也不要随意的去展现自己的弱点啊。他可能会表现出比较强硬的一个外表，他可能呢会有一点点的严肃。如果不太了解他的人的话呢，会觉得这个人老派，或者是这种掌控力太强了。但是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可爱的，他只不过是有一点黑白分明而已。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灰色地带，他非常注重细节，他会依靠现实而不是幻想去做梦，
去生活。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去争取，那就去创造。光在那边想而不做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当然这个也要看你认识他的年纪，但是随着他年纪的增长的话呢，他是越来越头脑清醒的，他是越来越有比较强的逻辑能力和自律控制能力，而且呢他的意志力是很强，他也会做家务，因为他很注重秩序，所以他把自己的家里面呢都收拾得比较干净，比较整洁。有部分的人他可能会断舍离，希望自己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空间里面。他为人是很稳重的，不会东一下西一下，那想法呢也不会天马行空。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会觉得这个人给你足够的安定感。对于人际关系的起起落落呢，他还是比较有弹性的。虽然他心里面知道哪些人可能是有价值的，哪些人是可以建立长久关系的，哪些人只是短期的，哪些人是可以发展的。其实他把所有的人呢都分得很清楚，但是表面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那都不会太过于的接近，也不会太过于的疏离。他对于爱情呢，不会理想主义，不会幻想化，但一旦他遇到自己爱的人，他就会陪伴对方度过任何的困难，是一个以行动来展现自己真诚爱的人。而且呢，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会站在你的身边，即使在可能社会上面你做错了，他都会站出来说你做对了。但是到家里面呢，他可能会给你讲你刚才做的确实不对。但是在外面，他一定是很护妻、很护肤的人。在感情里面，他是一个很坚强、可靠的人哦。他会是物质的提供者。如果他有足够的金钱，那么他来养家，他来支付都没有关系。如果他自己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财，那么你有理财的经验的话呢，或者是你在理财那边优过于他的话，他就愿意把金钱拿给你，让你去理财。但是在甜言蜜语、在浪漫方面，他是有所欠缺的，可能不太懂得，没有太多的一些时间、精力、想法在罗曼蒂克上面，他不是一个情种，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学习爱情技巧。但是在赚钱上面呢，在做领导事业方面，他会投入更多。那挣到的钱呢，也足够让自己的家人安心，这是他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更加的有成就感。即使她是女神的话呢，她也会很独立哦。要么他就是让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把家里面打理的也很好，家里的关系也处理很好。要么如果她怀孕有小孩了，而你的事业条件、物质基础比他好，他是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辞职在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呢，也会把家里面或者是把孩子打理得很好，教育得很好。他是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其实他是可以有成就，他是可以获得事业成功的人。另外呢，他很懂得沟通，会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魔法师这张牌卡，代表他的语言沟通能力实际上是很强的。如果他要去跟别人谈判，或者是去谈一个合同的话，他可以讲得非常的有条理，并且非常的清晰。而且他喜欢学习，他喜欢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才能，增加自己的才华。即使他做家庭主妇的话呢，他也会要不定期的去学习或者是看书来增加自己的智慧。他永远不愿意去放弃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黄脸婆，或者是让自己跟社会脱节。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不会随风摇摆。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想法很独立的人，而且他也比较有自己的一些个性。
即使可能他的老板跟他的想法不同，但是他老板的想法偏激错误的话，他是会指出来的，他不会仅仅的拍马屁或者是恭维，他是比较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不赞同的想法，他会讲出来，只不过呢，他可能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序来讲，让大家呢都可以接受。实际上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喜欢思考，他喜欢研究。当他去做任何的决定之前，他一定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好的那一面，未来的发展跟可能出现最糟的结果，他都想得很清楚，然后他会去做决定，然后他会去行动，按着自己的计划走，即使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呢他会去注重这个结果，因为之前自己已经想得很好了，所以他也会专注，他也会专一投入的。除此之外，他很勇敢，他很大胆，敢于挑战，敢于去竞争，遇到任何的困难麻烦不会轻易的放弃，不会退缩。那他跟你在一起呢，你们之间的爱情出现任何的困难，他会先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慢慢的去磨合，真正的一起去克服所有这些障碍，才是他很想要的。他也不喜欢玩暧昧游戏或者是在感情里面进进出出的，他也不会随便的去挑选自己的恋人，宁缺毋滥，一定是遇到自己合适的或者是非常喜欢的，他才会投入，才去行动。但一旦决定了的话呢，他是会好好的勇敢去追求的。其实看到你的这个缘分呢，是一个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有魅力的人他应该在未来人生之中呢，是可以成为人上人的，是有一定的魄力，是有一定气场的人。那么你们相遇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春夏天，也有可能是在10个月之内。当你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春天、夏天，或者是如果春夏天已经过了的话呢，那么就是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10个月之内，它一定是在你不想恋爱的时候，你很享受自己单身生活的时候，可能它突然的出现，打破了你的一些变化、一些状态。比如说你当下的生活已经非常稳定了，你很快乐，你很自由，即使你是单身，你会觉得那单身也挺好的，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没有打扰，所以你会抱着一个很挑剔的心去挑剔自己的追求者。如果有人到你面前来，你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人而放弃自己这么幸福单身的生活呢？但是确实他的各方面条件太好了，确实他的魅力太好了，而且呢他对你有非常的真心，才让你选择心甘情愿的去舍弃自己单身的自由。或者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你在遇到他的那个时间段你正在做一个计划，也许这个计划是出国读书，也许这个计划呢可能要去换工作，或者是换一个城市生活。无论如何你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了，结果他的出现让你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一些计划，还是可能先把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爱情中吧，因为这个人呢是你不想错过的。那么你们之间的相遇地点呢，非常值得期待其实看到它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那么我们这边出现的权杖6这张牌卡，代表着是在人多热闹的场合，可能在一些聚会，在一些活动之中，或者是在有认可、有成就的地方遇到的他，比如说颁奖典礼毕业典礼或者是公开演讲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在一些体育竞赛之中。因为权杖呢，它就是火的能量，所以6根权杖就代表着火能量很强的地方。
好，竞争呢比较强，或者是比较热闹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恋人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在一些联谊呀，或者是在一些庆祝爱情、庆祝关系的地方，有爱、有和谐的这种联系，或者是浪漫的环境，比如说舒适的咖啡馆啦，或者是在一些生日派对上面，那小孩庆生方面，或者是在一些婚礼场所，也有可能是在相亲比较人多相亲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是在很美丽的花园，或者是沙滩、海边这种比较罗曼蒂克的地方，阳光灿烂哦。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国王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在有水杯的地方，或者是在情感成熟的地方，比如说一些治疗中心、护理中心、疗愈场所、SPA 之类的。无论如何呢，应该是在还人多的一些地方。那你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看一下月老会提前让你知道什么，准备什么。第一张牌卡，记得哦，可能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段，会有人嫉妒你，有可能有人在你身边不想你们好，那有可能他就无心的讲了一些闲言闲语，那这些话呢，你不要记到自己心里面去，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那跟对方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之后，你再去做一些判断，不要别人在你身边耳边里讲，可能这个人花心啊，可能他对这个人感觉不好啊，然后呢，你就会把这个猜疑的心哦，或者是把对方的一些不好的印象放到自己的头脑里面去了。记得是有人想要破坏于你的，也许这个人是喜欢他，也许这个人呢就是不想你好，所以无论如何会有小人的出现。那你记得一定要凭着自己的想法，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如果是自己喜欢的，那么就去争取，自己去了解哈，不要去因为别人的一些碎言碎语而去增加误会，而去增加猜忌了。抛弃不安全感，抛弃这种不信任的能量、消极的想法。实际上呢，你们两个人是有很多浪漫的共情故事的。实际上呢，可能你们很快就在情感上面发展了，但是这种太快的速度会让你的朋友一惊。你朋友可能他是发自于内心的担心你你们这么快发展，你要多留一个心眼哦，可能会给你讲这些话。但是真正接触的人是你，你只要大大方方、开开心心的去爱就好了。无论如何，在这个爱的过程里面呢，你是足够享受的，你会有更多的一些突破。因为任何事情都是靠运气的，你开公司也是50%赢，50%输，那你谈恋爱可能也是50%会结果，50%不会。即使结婚的话，也是50跟50这样的一个会这样的一个状态，不是吗？但是呢，月老告诉你，在他给你的姻缘安排上面，他是给了你好运气加持的哟。这个人呢，会跟你很长的陪伴，可能是白头到老，可能你在遇到他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呢，在你人生的后半部分呢，是有他的陪伴，敢赌就有赢的几率，好吗？开放一点就好了。除此之外呢，他会赠你玫瑰，他会送你礼物，他会有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你的爱，你们也会有共同的契约的。比如说每周那什么时间，每周星期五啦，去有一个可能浪漫晚餐，或者是每周星期五送你鲜花啦，或者是每月呢要去做一个短途旅行啊。总之呢，你们两个人会去做很多甜蜜的一些契约，让你们的感情一直维持在一个很紧密、很炙热的状态。那么当下呢，他想对你说，
你就像天使一样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你可以治愈他，你可以培育他。那么这种情感可能也会给你带来，他想告诉你，在他心中你是完美的，你非常的好，请你保持着这种自信、阳光跟积极。遇见他之后呢，你是会给他带来非常强烈的力量的，不要怀疑你自己。当下也希望你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他对你是有非常多的热情渴望的，那一种状态让他发疯，他为你是非常的着迷，非常的痴恋，无论是你的性格也好，思想也好，还是肉体也好，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吸引能力。请你呢当下也先好好的欣赏你自己，他迫不及待的再一次见到你，那就是灵魂想告诉你的，在曾经的前世你们已经相遇了，在这一世他想很快与你相遇。当他克服完生活的困难，当他让自己足够的优秀，当你们的能量磁场相同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他会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么当下呢，请你好好的享受生活，让自己美美的，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就是最棒，他最开心满足的事情了。所以亲爱的，当下呢，你的心态很好而且你的择偶标准其实跟他也很接近。那么看到呢，代表着他很快就会出现，你们很快就会相遇了。祝福你！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讯息，点赞。如果这个恋人是你要的，在公屏打出来，迎接新恋人，迎接缘分，谢谢月老这样的一个字样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为你做占卜。他给你的美好恋情是怎样的呢？看起来蛮不错的哟。那么首先呢，你选择的这一张牌卡是星星，代表着近期你自己的状态。你似乎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心态呢是积极的，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可以循序渐进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感受到近期呢，你是有明亮的光，就是单纯的相信，有单纯的信心，更像小孩子那样温顺，并且有感恩之心。信心呢，就是相信自己会不断的提升美好，有收获幸福的能力，也相信天使们的存在，相信天使们、月老，他们都是会给予你帮助的。然后呢，你也会接收这份祝福，接收神佛对你的保护。近期呢，你也在培养自己的积极性，建立自己的正念，发展更多自我的疗愈能力。你会去观察自己的思想，自己当下的一些行为，观察自己的身心状况。那也会呢，看到自己有做得不够好，或者是消极的时候，要去做及时的调整。内心呢，更多回归于平静。希望自己可以友善的关爱自己，也希望自己的情绪呢足够的稳定，尽可能的活在当下。目前你好像正在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你也在给自己建立更多的幸福感，让自己呢也会
更加的有同理之心，尽可能的在人际关系沟通上面呢，讲一些有营养的、有价值的话语，建立一些比较正向的朋友社交。人际关系上面呢，也可能去做一定的断舍离哦。有的人是可以谈得来的，并且给予你力量的，你可以多多的去交谈相见。那有的人呢，可能只是给你增加一些压力啊、负担啊，或者是想拿你能量的，想让你给予足够的帮忙借力的，你可能慢慢的都会少一些联系，并且跟久日朋友呢也会有一定的距离。你希望把自己生命的喜悦传递给身边的人，你希望呢给周围的人、紧密的人带来幸福感，也希望周围的人呢可以给你传递一些正念。所以近期你的能量是不错的，你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那么很可能你将会在近期遇见一些合适的美好的机遇。那这种机遇呢，也许不仅仅是爱情哦，也可能在自己的事业啊，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状态之中，或者是在自己的财运之中。总之呢，运气是在提升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哦，近期你的爱情观里面，你还是很有决心、很有意志力的。对于爱情，你宁缺毋滥，不会随意的去暧昧，随意的调情，不想过多的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在爱情里面进进出出的。但只要是你遇见了你想要的爱情，你是愿意去主动争取的，你的内在呢是有力量的。如果在爱情里面出现了困难，出现了挑战，你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或者是逃避。那一起去克服，并且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有足够的独立哦。你觉得不想要爱情的依赖，不会觉得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就有人来拯救你了，而是呢，希望遇见同甘共苦的恋情，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不会等待对方来给予你安全、给予你照顾、给予你保护。你是希望大家可以并肩奋斗的，共同去创造未来的合作者、搭档。在感情里面，可能你并不会太要求对方要给你甜言蜜语呀、浪漫惊喜呀，最主要的是呢，两个人手牵手，两个人一起努力去克服人生中的困难，克服人生中的障碍。两个人的结合是为了一起往更好的方向迈进，互相扶持，互相成长，让彼此的生活都更加的幸福知足。而且你特别不喜欢那种内讧哦，就是大家好像关了门，在家里面互相吵，在外面呢去晒幸福，或者是别人欺负了的话呢，在外面就哭，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在那边哭诉，然后回家呢就发脾气给对方，把在外受到的气再回家发给对方哦，就发泄在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身上，这是你很不想要的。你希望呢两个人关上门，家里面我们任何事情我们一起去商讨，我们一起去计划，我们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头脑一起去做一些评断。好，走出这个家门，一致对外。谁在外被欺负了，那么另外一个人绝对会站出来。所以你希望这种爱情是实际的，而且呢，大家都是非常紧密的，也是可以有团队合作精神的。希望情感呢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会用救世主的想法，或者是感情里面呢想要过多的去控制对方。一个人可以快乐，但是两个人呢才会是幸福。你不期待成为对方的英雄，你也不期待被对方特别的照顾跟保护，而是你有自己的光芒，你有自己的梦想，你有自己对未来的这种憧憬。你会遇到一个人，那大家呢一起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扶持，并且也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这种独立个体的，彼此可以学习，彼此可以成长，彼此可以对对方负责任。但是呢，两个人在一起可以1+1大于2，是最好的
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你的激励，因为你的陪伴，所以自己成为更棒的自己。那么你也是这个样子，一路上呢就过关斩将哦，去创造更美好的幸福，这是你期待的样子。另外呢，你内心其实是比较成熟的，而且你也是很坚强的人，你是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爱情。对于婚姻，对于爱情，你还是有成熟通透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现实的，不会过于的幻想，不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那么在这种成熟的状态想法之下，月老告诉你哦，他会安排一个和你很相近的人陪伴。那么这个相近的人，有可能你们是夫妻相，就长得很像。最主要呢，是因为你们的审美观相同，你们可能喜欢相同的艺术，你们可能喜欢相同的颜色，你们可能喜欢相同的食物，或者是你们也非常欣赏彼此的一些穿着打扮。有时候在生活里面呢，你们的衣服都可以去交换的，可能你们的身材、你们的品味呢都比较相同，而且你们是会比其他人还要和谐的，因为可以在对方身上呢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的喜好，同时可能在一些理财观念上面呀，在一些爱情观上面、价值观上面是比较相同的。那么夫妻相是很难得的，一般呢，这种面容比较相似的人在一起哦，会远比别人更加的合拍，更加的能量磁场相同，而且两个人不论是在财运上面，还是说在健康运上面，都是可以发展的很好的。也代表着你们就是命中注定的天赐良缘，非常棒的讯息。那么夫妻相呢，实际上有几种特征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和谐型的夫妻相，一个就是回应型的夫妻相。和谐型的夫妻相呢，就是指恋爱两人的这种长相呢，五官看上去都十分的互补，异常的和谐。两人遇到的时候呢，很容易会一见钟情，然后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喜结连理。在日后的婚姻之中呢，两个人不会产生太多的家庭矛盾哦，而且因为你，所以我的财运更好了，会给彼此呢带来财运的，会给彼此带来更多的财富跟运气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回应型夫妻相哦，就是指两个人天生的长相就很相似，而且两个人的五官啊、脸型啊很相像。拥有夫妻相的人呢，都是十分通情达理的，你们会互相的体谅对方，而且在日后的婚姻生活里面呢，也会互相的扶持。在事业上呢，会推促对方有更多的一些突破跟进步的，说不定未来还会合伙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属于和谐型的还是回应型的，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月老呢给予你了比较强的夫妻相，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是运气加持，是会帮助对方做更多的成长的。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是灵魂伴侣，哇，非常棒哦！其实灵魂伴侣呢，不单只是情人哦，也是一种比情人更升华的关系。你们可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化学反应，你们能够互相的理解，你们可以陪伴对方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你们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呢，在相遇的时候，你会就有一种就是他，这个就是对的人，或者是你就感觉他身上有一些光芒所在，强烈吸引着你，就是有一种就是他的很强烈的这种直觉。你可能也会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你共度余生的人，而你不想失去他。那么对于很多宝宝来说，可能会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想告诉你，很多结婚的人，或者是很多遇到灵魂伴侣的人，他在那一刻，他是会感觉彼此有一些神奇的电流在流动的，彼此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故事所发生，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灵魂伴侣的存在。另外呢，也可能你们有着同样的一些兴趣，比较相近的价值观，说不完的话，跟对方是有无穷无尽的这种分享欲的，不会有大家很沉闷尴尬的时刻。你就是想告诉他你的故事，想告诉他你曾经小时候的事，你喜欢去哪里旅行，喜欢吃什么食物，或者是呢，你也会告诉他今天你的同学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你发生了什么事。在他面前呢，你不想有任何的伪装，你也不想有任何的欺骗，你是越坦诚越舒服，彼此呢都是真心实意的去交流的，甚至觉得有任何隐瞒，自己心里面会很不舒服，所以两个人会建立非常忠实、非常诚实的一些关系，都是聊不完的一些话哦，并且呢，可能他也是非常了解你的，有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想法，就知道对方呢希望你当下去做什么，非常的有默契，而且不只是想法，一些小动作，一些微表情都可以感受得到对方的一些心思心情。其实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用担心对方会嫌弃你素颜的样子，或者是你大口吃饭的样子，或者是你长胖的一些样子，你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展现你最脆弱的那一面，而你越真实做自己，他越喜欢你，你也越欣赏你自己，所以你可以足够的尽情随心真实的做自己。在这份关系里面呢，大家也会充满着安全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是你第一个想倾诉、想求助的人，而且他也会义无反顾的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哦，去帮助于你。你们彼此都互相很珍惜。他其实是你很棒的搭档，很棒的闺蜜，很棒的玩伴，很棒的爱人。两个人真的是最铁的关系，并且呢，你们双方的家人关系很和睦哦。他的父母很喜欢你，你的父母呢很喜欢他，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你们在一起哦，郎才女貌，两个人应该是非常相配的，而且可能别人在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就觉得哇，两个人好像哦，真的是可以天长地久在一起的。并且你们也可能经常会组织两个大家庭的聚会啊，想告诉你未来呢你是没有婆媳关系的，这个很好，不用那么多的一些烦心跟焦虑。也有可能呢，月老给你安排的这个人就是跟你共建家庭你的正缘，他呢是很有人气的哟，很有魅力的哟，要么呢他长得很好看，要么呢他的性格特别的好，要么呢就是他的身材非常的好，气质非常的好，总之他身上呢是有一些条件，很多人都喜欢，想要去邀请他约会啊，想要追求他或者给他礼物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心里比较清晰的人，他不想跟别人玩暧昧，也不想就是在玩爱情游戏，他可以开放的去认识所有的追求者，可能去约会一两次面，然后好好的挑选。因为对于他来说呢，他没有恋爱脑，他的头脑清晰，他不放低自己的爱情标准，他宁缺毋滥。当他没有遇到自己真爱的时候，他可以多跟一些人约会。这个约会呢，只是简单的吃饭或者是玩乐，因为他要给别人一些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认识是否是合拍的。如果觉得不合拍的话，果断的就会走开，那就慢慢的不会联络。所以在这一点方面，请你放心，他有自知之明，他也会很好的去做筛选。另外呢，看到
金发女郎这张牌卡哦，她应该是一个很有时尚感的人，很会抓住当下的时尚潮流去打扮自己，随时呢都是精神抖擞，很阳光，很灿烂的，自然而然呢，身边肯定会吸引着很多的这种追求者。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教堂、寺庙、清真寺这张牌卡。这个很好哦，这张牌卡代表着他有自己的精神信仰，他是在意福报啊，在意因果报应的，所以他会有一定的自我道德约束，在人际关系上面不想去占别人便宜，不想去利用他人，因为不想有坏的报应，所以他会有一些好的修养、好的教养。有信仰的人哦，一般都是有道德感的哦。当然，他可能也遵守孝道啊，他也会注重自己的口德，那不会口出狂言，不会去讲别人的坏话，或者是乱传一些话，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邪恶的心思或者是邪恶的能量，是有一定的自我行为约束的。名人这张牌卡呢，除了说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小有名气哦，可能好多人都知道，那这个人很漂亮或者是很帅气，但是呢，他单身很久了，一直没有挑选到自己想要的人。总之呢，他的名声应该是还不错的。有的人可能即使没有见到他，多多少少也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他在事业上比较成功，他在学业上呢可能比较优秀，那是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一些故事的。他像星星一样闪耀，也有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些在做艺术啊，或者是在做媒体，那在做网红之类的一些行业，可能他是有一定的小名气的，所以你找到了一个名人哦。还有就是天使这张牌卡呢，它是会给到你情绪价值的，它会给予你包容，给予你帮助，给予你支持，它是有更高的一个智慧，可能不是过于的随波逐流或者是平凡的人哦，对于很多事情他想得很通透，看的呢更加的一些大格局，应该是见过一定世面的人。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而且也比较大气，不会斤斤计较，不是那种井底之蛙，不是那些城市的小市民。应该是要么就受过高等的教育，要么呢他自己就会高要求自己，要么呢他的这种素质修养啊都还是比较高的，要么呢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去帮助他人，愿意自己收到爱之后呢，把更多的爱分享出去哦，心地很善良。手机这张牌卡，可能你们会有很多打电话呀，或者是邮件啊，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联系，有说不完的一些话，大家随时都可以沟通。也有可能你们是通过网络通讯去认识到的彼此，刚开始呢有一点点的距离，那么也有可能是通过漂流瓶认识到的彼此，就是通过一些手机上面的软件认识到的彼此。我有一对朋友，那他们结婚呢都是因为微信里面有那个漂流瓶嘛，以前就是玩那个漂流瓶，她仅玩了一次，结果就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两个人非常的甜蜜，也是很意外的惊喜哦。所以你们可能认识的状态呢也是比较意外的，但是缘分很深啊，灵魂伴侣啊，怎样都是会相遇的，月老赐予的缘分，怎么样都会相见的。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房子这张牌卡，很可能你们很快就会共同生活在一起了，也有可能未来呢，大家会一起去购房，会在同居
生活的这种状态。那么他的外貌呢，很有可能个子是比较高的，身材呢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的想法就是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哦，就是3分是老天爷给你的好身材，给你的可能手长啊、脚长啊、个子啊，但是呢，在自己人生之中要多去运动，要注重饮食，要自律生活。他对自己的身材肯定是有高要求的，所以不论多大的年纪，他都不放弃漂亮，他都会注意让自己的身材有曲线，足够的好看。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肯定也有锻炼的一些习惯，健身的一些好习惯，让自己的身体是比较强壮的，是一个追求身心灵健康的人。那么他其实是喜欢社交的，他的性格外向、活泼、开朗，身边的朋友是比较多哟。而且呢，他也有自己的高情商，知道该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关怀、照顾他人的状态哦。所以，本来人是比较正直的，再加上呢，他的性格又好，形象又好，名声也不错，自然而然呢，喜欢他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与众不同哦，他不太随波逐流，就是身边大众都在做的事情，他就没兴趣了，反而大家可能没做的事情，他更加的有兴趣。如果大家都在当可能律师啊、医生啊、老师啊，可能大家都在去做这些公认的成功的事业，可能他对这事业就没有追求了，也许他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小众，有自己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可能他会去做陶艺师啊，可能他会去创作音乐啊。总之呢，他是一个希望自己可以特立独行，但是又比较自由潇洒，可以跟随自己的心去做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他更愿意去尝试哦。另外，喜欢去参加派对，喜欢去参加活动，喜欢去聚会，认识新的朋友，但是他比较注重自己的隐私，他很少去讲自己对某一些事情的判断，或者是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怎样的。他可能也不会经常去发朋友圈，去晒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情况，也守得住一定的秘密。他只是喜欢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而不是去做大众公认的一些事。他不会逼迫自己一定要承认这种群体呀、社会啊、大众的一些成功学，他有自己想要实现的一些梦想。其实这一点就蛮有魅力的。很多时候呢，他的一些想法都很不一样，他的一些观察能力呢，都也非常的不一样。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他也会有一定的质疑。如果大家都在购房的时候，他就会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不要去购房呢？为什么大家都在购房呢？是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有人操作吗？是有人操盘吗？等等的，他就会想很多。那这些呢，就会给他新的一些 idea， 新的一些商机。因为他的想法是那种非常规的，他就是感觉他不想跟别人一样，他就是要成为那20%的人。因为这个世间的社会规律游戏法则就是20%的人幸福，80%人都不幸福。所以那80%的人都在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做，那你肯定就是幸福的。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他有时候呢，可能也会去做一些冥想，可能也会给自己一些单独的时间去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冷静。但其实他的心态呢是很年轻的。他是一个保持着好奇心，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
大家都畏惧的事情，他可能就敢去挑战，因为他无所畏惧，而且他对于很多事情都比较知道，就像是琴棋书画，样样都懂一点，但不可能样样都精，但是他会精那么一两门。你这个人呢，精力充沛，非常的享受生活，热爱一切，对自己呢充满着信心，也倾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追随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他会觉得冒险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敢于辞职，敢于转行，敢于去不同的城市生活，敢于去可能自己不会语言的国家去行走，哪怕自己一个人哦，就是一个对地球啊，对人生都充满着好奇，喜欢去享受这种丰盛、精彩，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精神力是特别的好，而且他很多时候都展现着自己的笑容，对很多事情呢都是比较心满意足的。他其实没有很多的小聪明，但是呢是比较有智慧，他不会去跟别人斤斤计较、算计啊什么的，这是他无所谓。他最主要的就是最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开心就好了，自己坦然就好了。那保持头脑的清醒，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么有时候呢，可能也会去做一定的自我反省。总体的来讲呢，比起金钱、权力、物质，他更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更注重自己内心精神的轻松自在，他更注重时间。那时间呢，就是会交换金钱的。如果每天用18个小时工作，那肯定赚的钱比每天10个小时工作的要多嘛。所以他可能没有太喜欢去做生意，因为做生意呢，会要去建立人脉啊，会要去应酬啊，会要去可能很多的一些压力啊，也会需要很多的一些时间跟精力。他会觉得我花那么多小时挣那么多的钱，其实这些钱呢也买不来这种开心，买不来长寿，买不来健康，还不如说自己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保证生活无忧无虑就好了。所以心态呢特别的好。那么你们相遇的时间呢？看到你遇到了一个很年轻、有冒险精神、很有魅力的人哦，很不错哦。你们应该会去做很多没有做过的事情，去体验很多的新鲜血液的新鲜感哦，这种状态其实很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出现了五角星女王这张牌卡。当你在自己事业稳定、生活有质量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定的存款，而且呢，你也不想去有其他的一些转变，你就发展一下自己兴趣爱好啊，然后在家里面可能烹饪一些美食给自己呀，每天呢可能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生活，偶尔去度度假，你会很享受当下那种生活状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准备好建立家庭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他。这个很棒。不会在自己想要可能飞到其他的国家发展，或者想要去其他国家读书，或者是生活里面还有很多不稳定要变化，还在想着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事业，要不要转行，不会在自己很盲目很茫然的时候遇到他，一定在自己各方面呢都已经定下来了，那自己性格也稳定了，真正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妈妈、好爸爸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遇到这一个人，所以他会在对的时间出现。那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2跟权杖骑士这张牌卡。权杖牌卡呢，在塔罗牌里面，它有春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性，木头嘛，那是在春天，植物啊、树木啊都在茁壮成长，所以很有可能在春天相遇。如果你看到这个占卜视频已经过了春天的话呢，也有可能是在2个月之内相遇。如果你生活已经稳定了，那你都不想有任何的一些改变了，那么可能呢2个月之内你就会遇到他，很快哦。因为权杖骑士代表着他正在快马加鞭的向你飞过来，相信呢
你们尽快遇见。当然这个呢一定要你自己相信占卜哦，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觉得不可能啦，我现在稳定了，但是不会那么快的，也许还有很多年，或者是我也许不会遇到这一个人，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就非常的消极不好咯。相信的话呢，就会让自己不错过缘分，就会让自己利用吸引力法则去让潜意识里面或者是未来真实的一些事情发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带着一个很怀疑不开心的状态来观看这个视频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容易错过缘分哦。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人，记得在视频下面留言，我接受这个幸福，我接受这个爱人，感谢月老等等的一个字样。因为之前呢，我在给个别朋友做占卜的时候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消极，非常非常的负面，他不相信自己会幸福，他会觉得一生都是痛苦的。那么你不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你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未来你今天都觉得痛苦了，但你明天肯定也会痛苦，那么未来也是痛苦的。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很享受，今天开心，那你明天肯定也是开心，那你每天都是开心的，你未来肯定也会越来越棒啊，不是吗？所以呢，亲爱的，一定要相信你会幸福，一定要相信月老会给你最适合你的最美好的姻缘。好，继续往下来看哦。你们相遇的地点呢，五角星王牌代表着可能是在和物质丰富的一些地方遇到的这个人，也可能是在一些商业社交活动里面，或者是在工作场所，比如说谈公事的时候啊，比如说自己的同事啊，比如说在事业之中遇到的客户，或者是在一些银行，在一些理财培训，或者是财务规划研讨会这些地方哦，就是跟金钱有关的。那么接下来呢，圣杯骑士这张牌卡可能是在一些浪漫的地方遇到的这个人，也可能是在一些交通工具上面吧，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交通工具嘛，所以也有可能是在咖啡厅，或者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活动，或者是在一些联谊，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或者是骑马俱乐部自己去学骑马的时候，或者是去看赛马的时候，或者去看马术比赛的时候，都很有可能。星星这张牌卡呢，代表着也许对方是由朋友介绍的，也许是在一些和希望和有灵感的地方遇到的这个人，慈善活动啦，筹款晚会啦，关心派对啦，或者是在一些疗愈治愈的地方，或者是在晚上，或者是在星光闪耀的时刻，或者是在博物馆、艺术馆、画廊这些关于艺术展览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关于艺术，可能舞蹈啊、表演啊这些场合。所以总的来讲呢，遇到它的可能性都是比较意外的，但是呢，又会觉得比较靠谱的，会给你带来很多奇妙的感受。那你们之间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月老给你提前做一些指示指引。你们之间的情感是属于慢慢的可能萌芽，慢慢的开放，最后到绽放的，是两个人认识的时间越久，那么越深爱彼此，越来越欣赏彼此，越来越有激情，不是一开始就干柴烈火，肯定是越走越顺，越走越爱，这是一份持久的爱情哦。而且呢，会彼此充满了很强的这种新鲜感，越了解对方，越爱对方，越想要跟对方在一起。
越珍惜对方。那么你们就是会建立家庭哦。月老告诉你，他给你安排的这个最好的缘分就是你的正缘，而且你们就会像照镜子一样，会看到彼此身上的一些优点，看到彼此身上的一些缺点。那么缺点的话呢，可能生活上不好的一些习惯呢，都会婉转的告诉对方，或者是让对方去做一定的修正。同时你也会看到，自己身上可能也做得不好，有时候也许你希望对方改的缺点，然后你看到好像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缺点哦，所以两个人会像照镜子一样的去观看彼此，去修正彼此，同时也调整自己。在感情里面呢，是你越有多少爱对方，对方呢就会有多少的爱给你，是有一些反弹效益的，将心比心。你给对方多少的爱，对方就会给你多少的爱。如果你经常给对方讲一些赞同的、认可的、美丽的话语，那么对方呢，他也会给你讲这些话语。所以一定要记住哦，在你们之间的这份情感里面呢，你跟他之间的这种爱情关系越美好，就代表你做的美好的事情越多。那么越纠结或者是越浮躁的话，可能你自己就在这种心态下哦。这是一个让你可以自我检视、自我成长的感情，好吗？并且呢，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也会足够的一些安心的，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不需要考虑他有其他的人选啊，他可能要玩爱情游戏呀，你会看到他一旦进入到恋爱角色之后，他会把其他的人都断得干干净净，如果其他人还给他打电话，他直接就会说，即使你不在这边，他就会说他已经恋爱了，他不想有其他的选择，他都会是给你足够的安心感的。那么红旗这张牌呢，就要注意咯，在情感的关系里面，一定要注意情绪的稳定，彼此要信任，彼此也要真诚的沟通。如果你对他当下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想法你不满意的话，不适合你，或者是你不接受的话，你就直接的去跟他讲，不要让对方去猜。可能你不高兴了，然后你也没表达出你为什么不高兴，那对方也许他就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了。在这样的一种可能互相的关系交往之中，就会让彼此的心越走越远。也许他猜到的地方完全是你不介意的地方，你真正介意的地方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直接的讲出来是比较好的。另外呢，这个人哦，他是会被别人所关注的，他也可能是会有人一直想要去追求他。那么在这个时刻，你不要去吃醋，你不要去嫉妒，你不要去有这种控制他的这种情绪哦，因为反而这会让他觉得很难受。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有人追求他，然后你一直在生他的气、吃醋，或者是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你就是把他再往别人那里推。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感觉到他有人追求，那当然就是你的骄傲啦，是你得到了他的爱。你这个时候呢，多夸夸他，让他感觉到轻松自在。他如果跟你在一起开心的，而且又是你那么肯定的，他自然而然就没有任何的新思想去跟别人有任何的一些联系了。所以不要因为他好，不要因为他优秀就去责怪他。在这一点方面呢，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哦。除此之外呢，你们两个人都会很合的。那现在呢，他想对你说，你的笑声对他来说就像是毒品一样，那么希望你可以多多开朗的笑，展现你的阳光，展现你灿烂的笑容。你知道吗？你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这种
很开心的能量的。相信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随时都是开心的、快乐的、展露的笑容的，你自己也会开心，你自己也愿意多跟他接触，不是吗？你也会走开任何消极的阴霾的。所以你的这个姻缘呢，完美姻缘，他希望你可以多笑，无论是你在遇到他之前还是遇到他之后，都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大笑就好了，他会很喜欢。另外呢，他遇到你才是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感觉，你会给他完全不同的一些感受。他跟你在一起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请你自信一些，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他，他也是非常迷恋你的，你的身体是一件艺术品，你的灵魂是天堂给他予足够的想象，甚至是未想象的一些空间。他喜欢你的身体触摸的感觉，你的皮肤，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外在是很诱惑着他的，他很迷恋。而你的灵魂呢，你的素质啊，你的修养啊，你的性格啊，对他来说也是完美无缺的。所以他会希望你好好的欣赏你自己，也希望你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你只要满意自己的话呢，他就会更加的未来满意你，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挑剔。你只要真实的做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他希望你一切都好，所以你现在好好的就去照顾自己吧，当对的时间它自然就会出现的。非常棒哦，月老给予你非常棒的婚姻，非常棒的缘分，敬请期待吧。那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留言呢。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当下月老会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呢？会指定了怎样的完美姻缘？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传递他给你的讯息哦。我们来接受月下老人给予你的祝福。那将一部分一部分为大家进行牌卡解读占卜。好，首先呢，我们看到近期你自己的状态是在不断的学习之中，也在不断的去自我控制、自我约束，正在立德修身。之前呢，可能对别人有过多的一些羡慕哦，看朋友圈啊，看一些社交媒体呀，或者是看 Instagram、Facebook， 可能会羡慕别人拥有一些好的成绩，或者是拥有苗条的身材，或者是拥有丰富的一些物质生活。那看到自己呢，怎么没有太多的一些进步，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去思考别人是怎么获得的，感觉好像都是轻而易举的样子哦。其实背地里都是有很多的努力的。当下呢，你不再去观看他人，不再去羡慕他人了，而是投下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自己的身上，因为那些光鲜亮丽的照片或者是那种展示呢，其实背地里都是非常的这种辛苦的，所以你会开始去好好的让自己更加的优秀，不让一些外界的状态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一些困扰了，而是脚踏实地的养成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更加的自律，并且呢，也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随时提醒自己，和自己对话，在心理或者是生理上呢，都把自己调整成一个很好的状态，并且知道自己优秀了，那周围的人事物也会更多的美好起来。所以看到呢，自己更加的一些成熟有进步咯。那么当下呢，你想要的那种爱情哦，就是不要再外貌协会了。即使海螺那再好看，
但是他跟你也不是同一类人，所以也不会因为外在的一些诱惑而让自己陷入到情感的麻烦或者是吸引之中。你不想再走外貌协会，不适合的都走开，断舍离不在同一频率的人。你想要脚踏实地的恋人爱情，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那两个人相处磨合，实在无法磨合的话，你也可以终止相处，也可以快刀斩乱麻，也可以敢爱敢恨，不想要逆缘，那不想要情感的麻烦，不想要爱情游戏，不想要遇到不是同一类人，你希望呢找到长期陪伴的人，那么这个人你是更加的注重人品，而不是他好不好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会越来可能皮肤松弛啊，身材长胖啊，但是更多的是呢，他的品格、他的修养、他的素质一定要好的，所以内在总是比外在更加的重要。当然要看着舒服哦，就是看着自己还觉得不错的，所以更在乎恋人他的人格特质、他的责任心、他的信用程度。因为你希望呢彼此是可以诚实忠诚的，你希望大家可以舒服的直接的去讨论彼此的想法跟需求，你希望他是可以让你笑，让你开心，给你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给你带来更好的一种人生状态，千万不要是那种聒噪的呀，或者是喜欢夸夸其谈，那只说不做的人哦。你在海边，你当然是希望很安静的可以去享受这种月光，享受自己的这种情绪舒适感。如果有人一直在旁边叨碎碎念的话，那你也会很烦的。所以你希望呢对方可以给你带来心态上面的平静，不需要随时都是充满着激情，都是很阳光灿烂或者是很热闹的。你希望呢对方是可以跟你长情的、和平的、舒适的陪伴在身边，共同享受生活，共同享受人生。那么月老想告诉你哦，他给你安排的这个姻缘呢，就是可以跟你共同生活的人，他会在跟你接触8个月之内就给你他自己的家门钥匙，或者是给你他的手机密码，他会让你看到他其实是非常真心的，是想要跟你建立长期稳定的情感的，希望你可以放心。那么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即使可能是远距离哦，但是最终都会打破远距离的魔咒，可能他会放弃一些事业，或者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小目标，而来到你的身边，愿意让你看到他是真心的，他可以为了跟你在一起呢，去放弃一些短暂的目标，因为他想跟你实现更加长远的这种情景，希望呢你们是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希望呢把打开他心房的这个钥匙安安心心交到你的手上，而且你们之间呢确实是有前世或者是过去的缘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是你过去的爱，也许你们已经认识了，是你之前的熟人，也许可能是你的前任，也许可能是你之前暧昧的人，也许可能是之前错过的缘分，想要在一起，结果因为现实的情况没有在一起，或者是以前可能在同一个学校，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办法谈情说爱，然后再一次的相聚。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你之前今生并不认识，但是是在前世就有认识，大家相约今生再续情缘的，所以你们之间的缘分是非常深刻的哟。还有我们这边出现了小孩子这张牌卡，要么呢就是小时候的时候你们就认识，要么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有
自己的宝宝，会有自己的小孩，那么代表着他是你的正缘，也有可能呢给你安排的这个缘分哦，你们之间就是两小无猜的，像小孩子一样，非常的这种开心，也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纯真。就是我喜欢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开开心心的，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计较，或者是太多浮躁的想法，他不会以你的外在条件去评断你这个人，不会看你的事业、你的金钱、你的家庭条件好不好，而他真正的是觉得跟你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可以聊到一起去，两个人也可以未来一起去做很多有意思的冒险的事情。他对你的爱呢，就是非常的真实。哇哦，这种感觉也是很棒哦。你们两个人未来呢，可能还会经常一起去旅行。他会觉得人生有你这个陪伴呢，是非常幸福的事。他想走到哪里，都把你带在他的身边。也有可能你们是通过旅行认识的。他是一个喜欢穿正装或者是喜欢穿西装的人。也可能呢，他的职业是要穿职业装的。比如说酒店工作人员啦，那肯定就是要穿酒店衣服嘛，或者他是医生啦，或者是他的律师啦。总之呢，他可能在的行业领域是需要穿这种职业装或者是西装的。当然，你也很喜欢他帅帅的那一面，你也很喜欢他干练的那一面。他可能不会是走运动风，或者是很追求时尚的人。他喜欢自己尽可能给别人一种职业化、专业化的这种状态。那么他很可能是黑头发、东方亚洲人。那么他也有亚洲人保守的那一面哦，不会是身上有很多的纹身，或者是有很多的这种耳钉啊，不会有太浮夸的这种时尚感，是注重自己的干净整洁，是注重穿衣服的质量，而不是很多的颜色，而不是有很多的这种潮流单品。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盒子这张牌卡。他很喜欢送你礼物哦，他很喜欢呢，可能寄礼物给你，送你音乐盒，或者是送你包装好的一些精美的东西，也可能他喜欢买衣服给你。总之呢，他对你是比较大方的，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哦，会有很多惊喜的可能性。你们两个人还可能一起去跳舞，说不定一起去学salsa舞蹈，或者是尊巴，或者是两个人呢也会经常去参加一些舞蹈的派对啊，或者是看一些舞蹈演出啊，会去一些热闹的氛围里面去享受，去听音乐会，去参加户外的 party。无论如何，两个人呢是玩得非常的尽兴开心的，也会搭建共同的兴趣爱好。那么飞行这张牌卡呢，很有可能确实有的朋友给你安排了远距离的恋人，你们会有一段时间飞过来看他，飞过去看你，你们会有一种思念的这种牵挂。但是最终呢，告诉你哦，只要你们坚持不放弃的话，你们是可以选择最好的地方，最舒适自己的一种方式去在一起生活的。洗手间这张牌卡呢，就代表着它可以帮助你去排除负能量，它可以给予你治愈，给予你积极，给予你信心。它可能不会批评你、指责你，它尽可能的支持你、认可你，并且赞扬你。它会讲一些美好的话语，让你感受到很舒适，让你感受到很幸福。那这些呢，都是他真心想的，他会觉得你快乐了，就是他快乐了。所以他也希望你走出浑浊的状态，浑浊的能量。可能在生活习惯上面，因为他呢，你会更加的早睡早起，你会更注重保养，更注重健康的一些饮食，更注重锻炼。他是会给你一臂之力，
把你的优势放大，把你的缺点呢慢慢去做改正的。当然也因为你，它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这份感情呢，是给予彼此带来更多的力量、价值跟积极、正面、正能量的一份爱情哦，非常的棒。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出现了互联网这张牌卡哦。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在网络上面去认识到的彼此的，或者是大家久没联系了，然后又通过互联网呢，再一次的去联系，那么让感情更加的升温。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你们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个城市的人，但是经常会在网络上面一起打游戏啦，或者是有很多的邮件传递啦，很多的信息传递啦。无论如何呢，互联网是可以促进你们关系亲密的，而且也有可能你是在一些网络的社交媒体上面，或者是手机社交交友 App 上面认识到的他。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的外貌、性格特征又如何呢？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遇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哦。但是多多少少呢，是会让你接受到这些讯息。那么月老呢，肯定有其中的一些指引的。好，首先命运之轮这张牌卡就代表着运气，代表着命运转起来了，运气很好，所以你运气很好，遇到了一个好看的人，而且呢，遇到了一个身材好的人。他的个子呢，应该是比较高、比较苗条的。他可能不太喜欢吃甜食，而且他不会用太浮夸的这种装扮去表现自己，因为他本身就天生丽质了。他的背呢，应该是蛮挺拔的。他会很注重自己的站姿，注重自己的坐姿，所以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你遇到了一个漂亮或者是帅气的人哦，他可能不是特别的外向，他是有一定的界限，有一定的距离感的。可能不熟悉的人呢，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冷漠，会觉得这个人不近人情，不会随时都保持着一个灿烂的笑容，没有这种很强的亲和力哦，甚至有一点高傲。但是熟悉他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蛮可爱的，因为他最单纯、最弱小的那一面只展现在自己的熟人面前。他很坚持自我，只要是自己决定的事情呢，他就会持续的去做，而且他不会很 open 哦，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人，思想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保守的。他是一个充满力量和稳定感的人，他比较被动，不太主动，内心很多时候是平静平和的，充满着耐心，而且很独立，遵循自己的一些道路，想法是比较通透的，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不是别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的，所以有时候也会比较固执。但是呢，他很温柔，他的第六感很灵很强，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他也有很多的想象力，很聪明。有时候呢，内心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哦，在感情里面可能他是受过到伤害，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呢是带给他一些不安，或者是他自己在感情里面是有过失望的，他不会很快的就去奉献自己的爱，他一定会是循序渐进，慢慢的给。但是一旦他陷入到深爱里面的话，他就无法自拔，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快刀斩乱麻，没有办法可以很快的去抽出自己的爱，说明他非常的深情。其实有时候呢，他也会比较有情绪化，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可能他的情绪呢也是有多少有一些波动，但他很喜欢独处，他也很尊重自己的隐私，
他不喜欢那种非常吵闹热闹的场所，其实他可能不喜欢听电子音乐啊、hiphop 啊、说唱啊，或者是很少去酒吧、去派对里面玩乐。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他会陪你去。这个人哦，他应该是受过比较高等的教育的，他的家教或者是他的文凭是比较高的。他很喜欢学习，他希望呢让自己的知识文化不断的提升。这个人他有着一个坚硬的外壳，不太容易去让别人读懂他，也不太容易让别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会夸夸其谈，大多数时候呢，他可能都是倾听，因为他会好好的去保护自己。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非常尊重自己的感觉，他也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是进入到一个磁场里面，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他感觉不对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旺他的，他要马上离开。或者是他在接触别人的时候，如果别人给他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他可能就会不再联系。如果对方给他的感觉很好，那他就会一直的去联系，即使这一个人呢可能给他并不带来任何的一些价值或者是爱情哦，但是就是感觉对了的话，他是会再去接触的，因为他很相信自己的第六感。因为我们这边出现女祭司这张牌卡，还有就是他不会轻易的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感受，他很懂得理财哦，是有一定的事业心，有一定的上进心，而且呢也有很多新的 idea 想法。他会节约节俭，不会浪费金钱，在购买的时候也会去看这个产品给他带来了多少的一些价值，匹不匹配，所以他有自己的小金库，他是懂得存钱的。在未来呢，他也懂得去做投资。其实金钱安全跟身体健康跟情绪舒适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希望在身体跟情感上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有毒的人，避免有毒的环境。另外呢，权杖五这张牌卡哦，它不仅仅是感情用事，他也是很有斗志、很有勇气的人。其实如果生活太过于无聊或者是一成不变的话呢，他也会去做一定的改变的。他也希望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挑战的事情啊，做一些大胆的事情。另外他的适应能力蛮强的，有时候呢他也会说走就走，有时候呢可能他也会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之下突然去买张机票，突然就开始旅行了，更比较随心，比较随性。而且他不是一个顺从者，他不去顺应别人的期望，他遵从自己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团队合作者哟。如果你要去改变他，如果你希望他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话呢，那你就看走眼了。他不喜欢受到这种群体思想或者是大众的一些束缚，他希望呢按照自己的规则做事，凡事自己做决定，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他蛮有个性的，也不拘小节。这个人呢，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在那边看书，在那边发呆，在那边冥想。他也可以突然去进入到一个社交的场所里面，只不过在应酬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不会去左右逢源，谁都去拍马屁去聊，还是很注重感觉。其实也算一个张弛有度的人。那你们的相遇时间呢？宝剑骑士这张牌卡暗示着，有可能有些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已经遇见了这个
有缘人，你们当下呢正在做思想上面的交流了，可能还没有到要确定关系啊，要确定恋情啊，还在最初步去认识、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么另外呢，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在秋天哦，因为宝剑这张牌卡呢，一种它是在塔罗牌里面是代表的秋天，一种呢它就是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剑的速度嘛。然后这边出现了8，有可能是在8天之内，有可能是在8周之内，也有可能是在8个月之内。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3年之内会遇到自己的正缘，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太年轻了，还需要在正缘之前先积累一下爱情技巧，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感情哦，让自己在感情里面更加的成熟之后，才会遇到正缘。那个时候呢，你才能准备好，才能知道如何去经营爱情，如何去经营婚姻。那么是在什么地点呢？圣杯3这张牌卡就可以看到啦，是在很热闹的场所里面，有很多的人，大家举着酒杯，或者是举着咖啡杯、水杯，欢歌笑语的。所以有可能是在一些餐饮啊、咖啡厅啊，或者是 KTV 啊，或者是娱乐场所遇到的人，也可能是在朋友的聚会、派对上面，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去玩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一个人。那么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在一个平衡感或者是有适应性的地方遇到了他，比如说瑜伽馆、舞蹈班，或者是在一些资金投资研讨会，或者是时间管理研讨会，也有可能是在一些金钱物质的地方，在商业场所，或者是公司，或者是银行哦，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有可能他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事业客户关系。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宝剑女王，代表着智慧、理性和洞察力，可能是在一个很有理性思考、分析的场所，比如说图书馆，或者是学术会议、培训机构，或者是提供教育咨询服务的地方，也可能是在学校，也可能是在资讯公司。假设你是一个学生，那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的同学，有可能是你的校友，也有可能是你的老师。总的来讲呢，很有可能是在一些有知识交流的这种社区团体之中，好吗？可以敬请期待哦。那么接下来你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月老又会给你哪一些讯息？第一张牌卡，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了捆绑爱情。那么你们之间的情感呢是非常专一的。你们在一起之后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要控制彼此哦。但是呢，大家都愿意被对方所捆绑，愿意被对方所追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还透露了一个信息，有可能最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其中一个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喜欢的更多一些，是一个人更加积极的去追求对方的。最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表达自己的真心，有一点不自信，有一点怀疑，有一点犹豫不决。其实你们可能最刚开始还差点错过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再加上之前的牌卡的指引哦，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之前呢你们确实错过了这个缘分，然后甚至拒绝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现实让你们两个人分居两地，或者去了不同的国家读书。无论怎么样哦，最刚开始是有错过的，结果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甚至有些失望，甚至可能只有一线希望的时候，
又让你们相聚了。然后在这次相聚之后呢，大家都成熟了，那想法也不一样了，会更加主动一些了，又开始让这份情感紧密的联系，直至升华的。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大家都得来不易哦，都会很好的珍惜。其中呢，他会是一个愿意放低自己的自尊，愿意放低自己的高傲，愿意把自己位置放得很低的一种状态。他做错了，他会去主动向你认错的，他会看到你不满意、你不高兴的地方，他是会去做自省的。另外呢，你们两个人没有太多的面子思想，会非常脚踏实地的去经营这份情感哦。有不太清楚的地方都会去问对方，那么也不会去假装的包装自己呀，把自己包装的很好，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自己做错了的话呢，那直接就说 sorry， 或者是去用行动表达对你的亏欠。所以尽可能的他都会做得完美，他都会做得足够的好。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是只给的这种情感，可能并不是一见钟情，是慢慢的让这份感情不断的升温的。当互相彼此在一起之后，你们就会很多留下照片，去在社交媒体上面晒你们的幸福，会非常的开心，会非常公开的坦诚不公的去告诉周围的人你恋爱了，你遇到自己的幸福了，而且也会很快的去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告诉自己的家人哦，去把对方展现在你的亲朋好友面前，而且也非常的有信心，也非常的有满足幸福感，这是非常棒的一种状态。另外呢，你的美好正缘他想告诉你，他梦想着你们的未来，他现在呢很期待你们相见，但是没有关系，在你们没有见面之前呢，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在遇见之后呢，你们可以一起去共建未来。当下呢，他不要求你有事业多成功，你有多少的金钱，或者是你生活要有多高的一个品质，你多么漂亮，他对这些都没有要求。他觉得身材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塑形的，金钱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去赚的，那么事业呢，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事业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了。那么当下呢，他希望你一个人的时候就享受自己的自由自在，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去培养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去丰富精彩的感受你的人生，不对你有任何的一些要求，因为未来你们在一起之后，1+1大于2，两个人的头脑呢会更多的智慧，会更多思想上面的碰撞，会选择更好的一个未来梦想，是更加的去创造的。所以当下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就好了。未来两个人可以金钱共同的去增长啊，共同的去使用啊，生活自然而然就更加的轻松一些，你也不需要靠你一个人去努力的，他也会尽自己所有的责任，他会给予你金钱上面的安心，他会给予你情绪上面的好的价值，会给予你这种安全感的。虽然他自己呢没有很强的安全感，但是他知道这份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他会给到你的。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你是会给他很大的启发的，你是他的 muse， 所以他内心是很欣赏、很崇拜你的，觉得你是一个很积极、正能量的人，你会给他比较强的治愈能量，这一点是别人给不到他的，你可以激励他，你可以促进他更加的美好，这也是他深爱你的原因之一。
你和他认识的任何人都如此不同，但是你却感觉如此的熟悉。很强的这种亲切感、熟悉感，也代表你在他心中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有了你之后呢，他就没有其他任何的情感想法了，他只想着跟你共创未来。他只希望呢，你们可以互相的依赖，可以互相的支持。这份感情对他是很正向的，对你呢，应该也是很正向的，所以他会不离不弃。亲爱的，月老给你完美的姻缘即将出现，当下呢，就请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吧，未来可期哦。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点赞，记得分享，也记得留言接受这份爱情，感谢月老哦。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